在武器贸易解禁后，伊朗宣布重点放在武器出口上。我国可以购买一些伊朗的武器吗？有什么好处？在10月18号，联合国对立的武器禁运条约正式到期，很多人认为这是我国武器大量出口到伊朗的好时机。不过，当天伊朗人却做出一项意外决定。伊朗国防部声明将不会大批购买外国武器，而是将重点放在武器出口上。一时间也是让人倍感疑惑，除了背地里买一些武器给亲伊朗武装，而且还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伊朗的武器真的会有销路？有人会担心伊朗做出这样的决定会导致将武器卖给伊朗受到阻碍。不过伊朗要卖武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可以从伊朗手上买一些武器。或许很多人有疑问，会表示伊朗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我们有何要买的必要？实际上，购买伊朗的武器并不是毫无作用，这一点美军就可以参考。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曾在过去的苏联加盟国手上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过一批战斗机与装甲车。当然，美国购买苏制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装备部队，而是作为研究对象。同样，伊朗手上也有不少过去从美国那购买的美制武器，这些武器同样有着研究价值。伊朗手上拥有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手上购买的 F-14战斗机，数量大概在80架左右，至今大概有40到50架左右的 F-14战机依旧能驾驶。这些战机至今还是伊朗空军的主力。如果说伊朗通过中俄进行战斗机大换血的话，那么将这些战机进行低价处理也是一个好主意。而中国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将其拿下。尽管美国的 F-14战机早就退役了，但就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款战机依旧是一款性能不错的战机。F-14战机可以说体现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空优战机发展的思路。作为一款3代重型战机，在进行模拟对战中 ，F-14曾一度吊打了 F-15战斗机。除了 F-14战机，伊朗还拥有过去从美国购买的超级眼镜蛇武装直升机与霍克地对空导弹等装备。因此，伊朗如果愿意将这些美制武器打包出售，我们的确可以买一些回家。甚至说，将这些美制武器作为伊朗购买中国武器的部分抵押，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